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当下通往成功的钥匙，你该如何？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和建议分别是什么？我们现在来到了2023年的一个9月份。是离年尾还有大概3-4个月的时间。2023年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应该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有些朋友呢，在2023年可能经历过一些打击，可是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在2023年可能也让你的三观发生了全面的改变。这些无论所谓的打击或者是改变，它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临，或者是说你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那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它，怎么样去应对它们，把所有的我们在生命当中所谓的遇见都变成我们的增上缘，都变成成就我们或者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或者是一个台阶。所以呢，基于这个能量今天呢想来非常具体的或者是有针对性的我们更多的去关注的是宇宙给我们的指引和建议。无论我们今天抽牌和连接的能量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重点都是要来看当下的你该如何。今天的重点是要来为所有来听这一期占卜的朋友找到通往自己成功的一个钥匙或者是密码，让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宇宙的爱，并且去解锁我们人生的巅峰和高潮。好，那如果你对这一期的占卜感兴趣那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那我们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从左往右，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好，那今天呢也有为大家准备每一副牌卡里对应的能量宝石。今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呢，这里我为你们选了一颗新的能量宝石。这颗宝石呢是你面前的白色玛瑙白玛瑙。请大家感觉一下这个白玛瑙的能量呢，对应在你今天想要去连接的这个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跟建议是否是有对应或者是有感觉的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金黄疗愈水晶因为它是 Golden Healer Crystal 这个是金黄疗愈水晶，非常漂亮。好。然后呢，第3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连接的这个能量宝石是我们的老朋友紫水晶石簇。紫水晶。好，那为了方便呢，你们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当下我通往成功的钥匙究竟是什么呢？当下的我该如何？来自宇宙给我的指引和建议具体是什么内容？请宇宙给我指引和提点。感恩宇宙。深呼吸，
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当下呢有吸引到你。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有一些朋友呢，如果对于某一张牌卡和另外一颗宝石呢，同样的都非常的有感应的话，那么我还是会建议你啊，2组都听听看，因为有可能啊，你的能量和讯息确实是被分在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面。好，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一下当下你通往成功的钥匙。那我们待会儿见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白色玛瑙。白色玛瑙呢，其实是会让我们非常镇静凝神，并且让我们去感应我们内心的真相这样子的一颗宝石。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连接通往成功的钥匙。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牌。这张牌卡呢，也是用来我们所谓的收集每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的一张重要的牌卡。我们这边第1副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一只山羊。然后呢，这里是我们的13号牌。山羊这个能量出来以后，瞬间让我看到的就是有关于摩羯座，或者是摩羯星座的一个能量，又或者是摩羯座的精神。我们看这只山羊它头顶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太阳，或者是月亮或者是这个光环，对吧？那么它的四周是有黑色的。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在这个土象摩羯星座的眼中或者是这个山羊的眼中，其实呢，世间万物很多事情它是有挑战的，它不是轻易就能够得到的。但是呢，没有关系，山羊的能量是通过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以及我相信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最终都能够踏上我想去到的地方或者是高度。我们看这个山羊当下呢，它其实是并没有在这个没有攀登，对吧？它是一个休息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当下第1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的是通往成功的钥匙。这个山羊的能量也许就是你的指导灵，也许当下的你呢跟这个指导灵有一点像，你在休息，或者是你需要休息，因为有一座高峰等待着你去探寻，等待着你去征服这个是山羊的能量。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下方这个我们所谓的注解信息那么这个英文呢，我就用自己的话语来翻译一下。它上面写的是无畏的前行，不怕走错的方向，总能找到回来的路。无畏的前行，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往前走嘛，对吧？什么事情有那么可怕吗？越想的可怕，可能就越觉得困难重重。那这所谓的梦想从何而来呢？这个梦想的第1步怎么样才能开启呢？所以山羊的能量是无畏的前行，无论怎么样我不怕，我就是往前走。第2句话是不怕走错的方向我们人生呢在这个道路当中很难不犯错吧很难不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的，而且会犯很多的错。但是呢，这所谓的错误又怎样呢？犯了错，重要的就是知错能改，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错误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然后呢站起来，爬起来，继续向前。最后的一张牌是总能找到回来的路，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犯了这个错误，让我们迷失了方向，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小心被别人带走，迷失了这个方向。可是没有关系当我们知道了我们走远了好像那个人希望我成为那样子的一个个体，并不是我心中想成为的自己。只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我们就能够瞬间把自己重新带回属于我们的人生大路里面来，不被别人影响。哪怕有的时候是自己做错了选择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随时回来再出发。这个就是山羊无畏的精神。
所以啊，从这个能量当中，我会觉得，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这里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战士、勇者的能量啊，战士和勇者，山羊啊，在当下呢，也是在向你发出一个挑战啊，去攀登你人生的巅峰，不要想着那些很小的事情，不要去埋没自己，也不要去打压自己的能耐，你要相信自己啊，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山羊，通过你每一个小步，山羊的脚很小的啊，非常非常的小，它通过每一个小步，不断的前行，不断的去我们所谓的努力啊，那么最终它是能够获得终极成功的。山羊绝对是成功的代表啊，所以呢，我觉得当下吧，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在你的能量读取里，我觉得要么呢，就是现在的你啊，对于成功是非常渴望的，但是又可能苦于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又或者是说周围有很多的困难，你觉得很难做不到，有点焦虑，有点忧心，又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有一点怀疑自己的能耐啊，觉得自己的梦想是很多是很大，但是自己的能耐呢？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去做到那样子呢？啊，有一点怀疑，于是当下的山羊就坐下来了。那么当下呢，我看到啊，这个所谓的成功这个方程式啊，它一边是有关于我们的才能，但是另外一边是我们在一边做一边学的过程当中所积累出来的能力啊，经验，它并不是一开始天生就有的。我记得曾经啊，就是在那个学校里啊，非常早了。总是有一句话，它是挂在那个墙上的嘛，对吧？学校里面就是鼓励学生嘛。他讲的是成功啊，是1分的才能，就是天赋嘛，就有1分是这个你自己天生就有的啊，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呢，99%都是你后天努力来的，所以没有所谓的天才，天才都是学来的，天才都是努力出来的。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现在啊，我们就来抽一下，我们来连接一下啊，关于第一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背景信息。一个呢，我们用这个能量作为今天的验证；第二个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关于宇宙要给你的这个成功的钥匙，这个成功它对指的究竟是你生活的哪个方向，以及这把锁啊，解锁的这把钥匙究竟是什么？所以是锁和钥匙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锁，我们来连接你的能量啊。好，我们来一起抽牌。我们来问宇宙啊，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这个锁啊，还有关于你们能量的一个背景信息，宇宙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感恩宇宙。第一张牌呢是圣杯2的一个逆位，不开心。跟有一个人啊，在你生命当中，你跟他有点闹情绪、闹矛盾，或者是2个人的心呢不在一起啊，这个是圣杯2。然后我们看到了金币4的逆位，然后我们看到了战车的逆位。关于你的背景信息啊，我这边看到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山羊的能量呢出现以后啊，很多都是在指着有关于你们的人生理想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很大，不是那种很小的能量啊。当下呢，宇宙啊给出的背景能量，首先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你跟他2个人呢有不和谐的地方，圣杯2，甚至啊这个能量我听到的是闹翻了。也许曾经你跟这个人关系挺好的，但是呢闹翻了。这个人未必是感情里的，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有可能是你的知心人，也有可能在工作当中跟你合作很愉快的一个人啊。圣杯2的逆位，你们曾经觉得彼此是这个心有灵犀，或者是2个人呢志同道合，所以曾经是彼此的好朋友。
但是呢，在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阶段，你们可能选择的方向不同了。金币四的逆位啊，这个也有可能是你的合作伙伴、你的同事、你的团队里的一个人，甚至是你的领导、你的这个老板啊。金币四的逆位呢，是在讲你的想法变了，你的价值观变了。在2023年，你经过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转折年啊，你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你看到了很多所谓的事实和真相。在这些所谓的个人经历当中，用事实给你上了一课。金币四的逆位，你的三观变了。也许曾经你觉得我这边看到啊，也许你曾经觉得这个人呢，他什么都对，你无比的相信他，你无比的信任他，甚至你把自己都托付给他。但是呢，通过一些事实，通过你们的经历啊，你看到的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相信和依托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世间啊，最能够信任的还是自己。金币四的一个逆位，从2个人变成了1个人，这个人跟你分道扬镳了。你们2个人也有可能是工作当中因为一件事情啊，有了非常强烈的分歧。也许他看的是眼前的利益，而你看的呢是个人的成长，或者是这个人更加注重的是一种我们所谓的物质的这个利益啊，就是这个钱，对吧？而你呢更加注重的可能是其他的。所以我们看到金币四的逆位，这个人打破了你的认知，这个人打破了你曾经的以为。所以呢，第3张牌我们看到了战车的逆位啊，这种分道扬镳的能量非常的强。你们的关系呢也因此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你们的关系呢也因此从这一刻开始啊，我觉得对于第1副牌的朋友来讲，就是打击还挺重的。你们开始意识到可能需要走自己的路。这边的能量非常像你跟这个人是一起合作你们2个人是合作关系，你们2个人也许是一起创业，你们是一起去工作，一起去做项目，一起去做研究但是当下我看到就是说，好像这2个人没有办法再继续了。现在呢，你们需要去各自选择各自的人生轨迹了。那么当下对于第1副牌的朋友来讲这个山羊停下来了，就非常的我们所谓的 making sense。你们2个人也许都非常厉害他是一头山羊，你也是一头山羊，但是呢，你们2个人志不同，不相为谋了。现在的你，第1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有一点，这个山羊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3眼轮是开的。现在的你已经看到如果你跟从这个人的决定，跟从这个人的想法，那么最后的结果不是你要的。你从3眼轮的能量，我们所谓3眼轮开了以后，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能够看到这个终点，终点不是你要的。所以你现在不得不在当下立刻的做出决定，这个决定也许就是走自己的路，这个决定就是重新开始，这个决定也许是改变方向。那么这个时候的你，我们看山羊它是停歇下来的。也许你很想跟这个人一起，但是呢，现实当中这个经验跟教训，它告诉的你就是，也许这条路你一个人走更好。这个一个人的能量，我要解释一下曾经你们2个人呢，我觉得是非常对等的，也许是合作关系那么现在的一个人，并不是说你一个人把所有的事做完，而是说你要成为那个领头的人，山羊，你要成为那个制定方向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确保整件事情最后我们所谓的发展成熟，最后的结果是你要的。成功是你要的成功，如果这个成功跟你想的成功不同，这还是所谓的成功吗？所以我们看到是圣杯2是圣杯2。当然了，这边有没有可能是一些朋友，你跟某人的感情关系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是2个人发现彼此未必是最适合彼此的另外一半呢，也是有这个能量的当然也是有了。那么这个能量呢，它会跟你的工作事业是挂钩的。如果是感情里的这边有一小部分朋友吧，如果是感情里的，我觉得这个人在感情里他跟你不仅仅是情感的捆绑，可能也对于你的经济生活，包括你的物质财富是有一定交叉的这个关联性的。那么当下如果你们2个人的不合，可能会导致你曾经的一个稳定发生一个震动。那么这个能量呢，就有可能是发生在家庭关系里，
也许你的另外一半跟你两个人的关系曾经是不是在2023年发生过了这个分歧或者是不和？那么你们两个人的分离，你们两个人决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就会导致这个稳定发生变化。金币四的一个逆位，而战车牌的逆位是在讲这段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你们需要去重新选择自己的方向，自己的人生轨迹。好，这个呢是我们塔罗里面听到的信息啊，我们这个是连接关于你的过去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张牌，面对你所经历的种种当下你的一个心态，或者是宇宙给我们关于补充的一个能量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如何的？感恩宇宙 ，abundance 非常好。这张牌说明什么呢？就是尽管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经历了一些变化你经历过变化，这个是2023年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正在进行到一个我们所谓的已经发生，对吧？无论这个终结有没有到来但是它已经发生。你的心态是富足的。我觉得当下有些朋友尽管生活里可能发生了一个跟某人关系的一个分歧，导致了一些很稳定的东西发生变化，包括你的价值观体系都有可能会变。但是这个变化对于你来讲，你的心态是变其实会更好。也许这个曾经的稳定、曾经的快乐和曾经的合作，隐隐的都有一些问题只是说这个问题没有爆出来，它是隐隐的藏在那里。那么藏在那个地方呢，可能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不舒服。那么2023年，也许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被真正的两个人看到了，并且发现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从一个隐患变成了我们所谓的对症下药了。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你的心态就是，如果跟这个人分道扬镳，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事实上这条道路对于你来讲更好。你觉得这样更能够去对齐你要的成功感和你要的满足感。那么如果这个是感情里的，我看到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心态是，其实你要的是另外一种爱，其实你要的是另外一种感觉，而离开这个不对的，反而能够给你机会去追寻你心中的富足感、快乐感和幸福感。也许这个人他过去并没有给你这些，他并没有能够给你你真心所需要的，而你跟他在一起的过去，反而让你内心感觉到贫瘠、不够或者是缺乏。那么当下的这个能量，所谓的这个暴雷让你觉得未来是更加有希望的，未来通过自己的一种寻找，或者是通过自己走出的这条道路，才是更加富足、更加令人满意的。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连接到的这个能量了。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锁，现在呢我们就来连接这把钥匙。当下你通往成功的钥匙究竟是什么？你究竟该如何？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和建议分别是哪些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好，宇宙告诉我们选择第一副牌的朋友，白色玛瑙的朋友宇宙这个通往成功的钥匙究竟是什么呢？好，两个牌第一个牌 Anger 矛，第二个牌是心看看，来，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我们来分别讲一下通往成功的钥匙，也就是说，第一个能量是矛，第二个能量呢是真心或者是爱心。首先第一个能量吧，非常明显如果是感情里的这边我看到是某人你跟某人的关系感情里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这个人跟你呢，除了情感的连接之外，在经济上也是紧密相连的。宇宙说，解开你这个锁的钥匙是寻找自己内心的真爱
是寻找内心的真爱。这个人过去给你的，无论是情感当中的爱，还是经济当中的一种支持，它并不能够让你觉得稳定，让你觉得安全。而通往这个成功的钥匙，就是寻找一个真正的有爱的关系，并且能够让你觉得安全的、稳定的情感连接。这个我们可能先讲了第二种情况，对吧？如果是跟某人的情感，宇宙说解开这个这把锁的钥匙其实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值得爱，相信自己值得真正的我们所谓的浪漫的爱情。你是一个爱的载体，你需要跟一个爱的载体连接，而不是跟一个所谓没有爱的载体去相连。如果对方没有爱，那么你就要把你的爱匀给他，你的爱就会越来越少。而如果你是爱的载体，其实你应该吸引到一个跟你一样同样也是爱的载体的一个人，你们两个人都内心有很多的爱，你们两个人都愿意去分享你们的爱，那么在爱与爱的连接当中才会心心相印，才会让你们真正的找到这种回家的安全的稳定的感觉，不会再觉得自己哪怕有一个人都是流离失所的，而是觉得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存在，自己仿佛回家了。我们所谓的安定、安全感。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内心很需要爱说直白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需要爱的人，你是需要一个我们所谓的不需要太多，但是需要一份真爱，需要一份真正的爱，让你去我们所谓的内心充盈，让你觉得是满足的。所以你要的是有质感的爱情，你要的是有质量的精神连接。那么宇宙在说去解开你成功的钥匙，就是寻找这个真爱，而且这个真爱是新的爱，它不是过去的，它是新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这个是你跟一个合作伙伴分道扬镳的情况，那么我看到呢，宇宙在说你内心的这个方向感，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那么这个方向感需要你自己去我们所谓的守护，就像我们守护自己的理想一样。如果这个人跟你在价值观方面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裂痕，就是他想的跟你想的完全不同，他要的跟你要的也完全不一致，这个时候成功对于你们来讲是两件天差地别的景象。他要的成功绝对不是你要的成功，他要的幸福也绝对不是你要的幸福，他要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仕途上的一种满意，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攀登这个高峰，也绝对不是你要的那一座高峰。所以说当下宇宙在告诉你，解开这个锁的钥匙是守护自己内心的爱，守护自己内心的理想方向。也许这个人要的东西很小，也许这个人要的是眼前的小利，而你要的是更高的远方。因为这个山羊是在邀请你追寻一个更高的山峰，去邀请你追寻一个更远大的梦想。如果这个人曾经他不看好你，他不看重你，他不懂得珍惜你的才能，他不懂得去我们所谓的看到你的闪光和优点的话，此时此刻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你要相信，不是说因为他说你不好你就不好，而是你要相信自己，你比他说的好得多。他之所以说你不好，是因为他看不懂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守护自己的真心，守护自己的初心，守护自己的梦想。如果你们的分道扬镳已经注定，那么就请你勇敢的走上自己的路。这个山羊当下是休息的，说明他还没有挑，就是我们所谓挑那个山顶嘛。山羊就是爬山嘛，那么多山，爬哪一个呀？有的山矮，有的山很高，你要爬哪一座山呢？这个山羊就是在邀请你你想要什么呢？你想要怎样的理想？你想要怎样的丰盛？你想要怎样的理想实现？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这个山羊非常像你的指导灵，因为它的头顶的这个光环就是它顶轮的能量，非常的强大。它能够去听到我们所谓的高我、指导灵乃至于宇宙给它的一些讯息。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在当下，在你的能量里面应该有非常强的一种直觉能力。这个直觉能力不仅仅能帮你分辨出你生命当中的这个人究竟你应该跟他继续，还是说走自己的路。
这个高大的直觉能力也能够让你看清楚啊，我们所谓的解锁钥匙在哪里。这个钥匙当然是在你的心里，这个钥匙当然是一条路径，而你当下我们看到啊，宇宙给你的指引和建议就是去寻找一条新的方向，去寻找你觉得稳定，能够让你安定扎根的一条路。如果你想要我们所谓的事业的丰收，或者是工作当中的我们最后看到的丰盛，那么你不能够左右偏离，也就是说这个道路要定下来，这个决定要做了。如果这个人已经为你做了决定，那么你何不勇敢的为自己做一次决定呢？一旦你下定决心我们这边也是在讲决心嘛，一旦你下定了决心，就如这个锚深深的扎入海底，再也不变，再也不动，而你要做的就是去攀登这个顶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当中不断的去前行，从一小步开始从一小步开始。如果你怀疑自己做不到没有这个人你做不到，或是你害怕失去这个人以后这条道路你走不好，请你一定不要这样想。山羊出现在这里就是在告诉你，你先走出那第一步，你先走出自己小小的那一步，接下来的就是一边做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收集资讯，一边去遇见宇宙会给你安排的贵人。如果你真的觉得需要更多的指引跟建议，就请你去向宇宙祈祷，去寻求它更多的指引，以及你需要的帮助，或者是人，或者是资源。好，那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探索一下关于宇宙给你的这个指引讯息，关于这把成功的钥匙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个塔罗牌吧，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来。好，宇宙告诉我 OK， 权杖10，责任。通往成功的钥匙当下是你的责任。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要对谁负责？你的责任有哪些？你肩膀上的这个担子，或者是你想去保护和守卫的东西，将会是你成功的钥匙，也会是你前进的一个动力。这把钥匙或者是这些责任就如同这个树根一样，它会帮你深深的扎入土里，而这些根茎长得越深，你将成长得越高，你将做得更好。责任呢不是坏事情责任绝对不是坏事情。有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内心充满了责任，我们才能够负责任。当我们内心有了想守护和保卫的东西，我们才能够更加坚定的去选择和走完自己选择的那条道路。当下我们看到这个权杖10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在等着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把通往成功的钥匙就是下定决心，就是背负起你要负的责任。我看到当前这个能量也在告诉我，也许这个跟你不和谐的人，他逃避他的责任，或者是他不想背负起某些责任。而你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你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责任对于你来讲绝对不是坏事情，而这些责任既是你的压力，也是你的动力，同样也是你的能量。把这些责任化作你的热情，化作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人都是有背负的。一个人如果是很懒散的，或者是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想的，为自己而战的人，可能走不了那么远。但是当一个人背负起责任，为别人而战的时候去守护别人的时候，去爱别人的时候，去想更多的人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将会是战无不胜的，连宇宙都会给他更多的保护、守卫，还有我们所谓的好运。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一个非常关键的能量。这把钥匙是权杖10，感觉有10个东西你可以去做，或者是可以去想，又或者是有10个东西可以去帮你开枝散叶。你将做得很大，你将做得很好，你将涉及的面非常的广这个是权杖10。好，
然后呢，这个权杖十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能量，跟一般的牌都有点不同，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就是这个骷髅头。我觉得好像有一些朋友，你们要，就像死神牌一样，你们要离开一个东西啊。这个骷髅头给人的感觉是死亡，但是这个死亡呢，却是生命啊，我们所谓的成长出来，而砸开了这个所谓的死亡。就像什么呢？我们看到啊，这边当下有一个圣杯二，有一个人跟你不合，或者是有一条路啊不是你喜欢的，那么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意味着离开，要么是离开这个人，要么是离开过去的旧的一个方向、旧的一个方式、旧的一个平台，对不对？当你去成长，当你去长高以后啊，这个旧的和过去的东西就自然而然的不复存在。从你下决定的那一刻起，旧的东西就已经会离开你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权杖十的能量里啊，这个解锁钥匙啊，也包括着离开啊，这个解锁也包括着离开，离开旧的，离开老的。好，第二张牌，这把钥匙究竟是什么呢？啊，好，感恩宇宙。Page of Coins， 当下这张牌是个逆位的，有好几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呢，在乎选择。为什么？因为当下的这个金币侍者有两只这个驼鹿啊，这有两个驼鹿。那么这个人呢，他只能选择一个驼鹿。所以 Page of Coins 这张牌给人的感觉是二选一啊。当下这个解锁的钥匙是二选一。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学习啊。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学习。学习是为了什么？学习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做成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啊，要平衡学习和实践的这个关系。金币侍者的逆位在告诉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你们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哦，不要去 procrastination， 意思就是不要拖延，因为你们也许会有一点追求完美，而拖延而耽误了这个最好的开始的时机。Page of Coins 这张牌讲的是啊，不要一切都太过于书本化，不要太过于的怎么讲，就是学，对吧？学是为什么？学以致用嘛，要多用、多实践、多去让自己，就是说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居于你啊，不要停在原地。所以 Page of Coins 这张牌的逆位给我的感觉，这个逆位的第二个信息，就是在告诉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要总是觉得自己不行，逃避这个所谓的实践，害怕错，害怕失败，所以呢就去学习，所以呢就会耽误这个开始。我觉得这张牌啊，宇宙有个很重要的强调，就是先开始，先让自己试一下，先让自己试一下这个水啊，试一下水，先做起来。做起来以后呢，哪里错了，我们就去调整哪里。如果哪里觉得真的不行，再去学，而不是一开始就学很多，然后呢都还没有开始做，你也不知道究竟这个做这件事情你需要什么样子的技能。所以当下啊，这个第二个钥匙在鼓励第一副牌的朋友先做起来，一边做一边学，而不是居于你书本上的知识以及你以为的那些技能。大家想想是不是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多少，真正在工作当中又用了多少？而真正我们其实最好的学习就是实践，做了就去学，错了再去学，这个样子啊，你的技能提升的速度也是最快的。所以这张牌 Page of Coins 啊，我们最后连接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个机会啊，机会不容错过。当机会来了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无论这个机会是什么样子的机会，我们都尝试一下，不要因为机会太好而胆怯，也不要因为这个机会可能一般般而不想去尝试，而不想去着手。这张牌 Page of Coins 啊，就是在讲你的生命当中啊，这个成功的钥匙是抓住一切的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做，去尝试，然后去学习。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塔罗牌啊，关于这个成功的钥匙，权杖皇后的逆位。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隐身。权杖皇后是个非常高调的人，我觉得这个皇后呢，代表着未来的你。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通过你选择好自己想走的路啊，通过一段时间的攀爬，当你那一天站在顶端的时候，你将光芒万丈啊，你将让全世界看到你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但是呢，当我们到达山顶之前，我们要潜龙勿用，意思是我们要能够隐藏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奋斗的时期，又或者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前行的道路当中啊，我们要谦虚，我们要不张扬，我们要学习这个山羊的这个精神啊，让自己每一步都走稳一点。有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张扬，我们可能会有一点，我们可能会骄傲，对不对？那么权杖皇后的能量逆位就是在说，不要骄傲，我们要谦虚，我们要谨慎。你看这个山羊，要谦虚谨慎的去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去谦虚谨慎的做好自己当天能做的每一件事情，而且呢，要在这条道路当中坚持一段时间。权杖皇后啊，它是一个火元素的能量，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就像这个火山爆发，你有这个我们所谓的高光时刻，你有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刻，但绝不是当下，绝不是现在。第一副牌的朋友，当下通往成功的钥匙是把自己隐身，让自己成为这个火山岩浆，在火山喷发之前呢，不断的在里面蓄积自己的能量，蓄积自己的爱，蓄积自己我们所谓的能力，把自己可以有的东西，把自己可以学的东西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壮阔。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到达了山顶，等到有一天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彻底的稳定，那么你们再向全世界宣布你们的爱，你们再向全世界宣布你们的成绩，这个时候就是你们的火山喷发期了。而这个权杖皇后将为你们带来最耀眼的光芒，你想不让别人看到都不行。所以现在呢，不要去想着别人会不会瞧不起你，别人会不会觉得你不行，不要这样想。因为别人的看法对于你来讲什么都不是，你要的是实在，你要的是你自己的实力。所以现在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蓄积力量的一个关键时候，不用去想，也不用去听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好好的做自己。等有一天你做成了以后，等有一天你成功了以后，权杖皇后的正位就会出来。那么那个时候的你将收获所有的光荣，将收获所有的奖励，以及收获所有人对你的喝彩。OK， 这张牌权杖皇后的逆位。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指引今天我们就是不断的看指引跟建议给大家看这条道路当中，在你前行的路上，宇宙指导灵给你的建议，给你的指引，来帮你完成你的梦想，来帮你创造属于你的丰盛和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指引有什么讯息呢？感恩宇宙。第一张牌 walk away，walk away 离开。他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些人，你跟他们在一起，你觉得很糟糕？来自宇宙的指引，如果有这样子的人的话，请你离开他们。当下我觉得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未必你现在需要很多的朋友。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绝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当下的你的状态未必需要很多朋友，当下的你呢，需要一个知心人，两个知心人就足够了。现在的你需要去修炼自己，也就是说，你现在其实需要更多的是把时间留给自己，留给你自己干嘛呢？留给你自己就是去学习，留给你自己干嘛呢？就是去真正的实践，去做一件事情。如果当下是合作伙伴跟你分道扬镳，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条新的道路，这个你选择的你的路，
将会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亲力亲为。这个时候的你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把你的精力给这些你觉得很糟糕的人。这个时候的你更加需要的是理解你、支持你、认可你的、真正帮你的朋友，或者是真正在精神上挺你的朋友，对吧？而那些说你坏话的人，或者是这个跟你理想不合的人，没有必要再在他的周围和身边了。他对你任何的评价都要屏蔽掉，都不要听，勇敢的坚持，做自己，走自己的路。如果这个人呢是一个在感情当中啊，我们所谓的在感情里让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你很糟糕，你觉得好像跟他在一起你什么都不好，他总是在评价你，他总是在批评你，这样子的人更加要远离啊，更加要远离。刚才讲过，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是爱的载体，你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存在，你不仅值得拥有爱，你还能够去给予很多的爱。这个人呢，在感情当中跟你在一起，也许根本就没有办法给予你内心需要的稳定，根本就没有办法带给你安全的、稳定的家的感觉。这样子的人，你更加要远离。如果你的心里是需要一个非常强烈的精神连结，像灵魂伴侣一样，在感情里支持你，在生活当中与你结伴同行的人，那么这个不对的人，你更加要远离。宇宙已经告诉你了，成功的钥匙是新的爱，成功的钥匙是一个有安全感的爱。宇宙的指引 ，OK， 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让你感觉到很糟糕？请你远离，请你主动离开。61号牌。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来自宇宙的指引，给当下的你，帮你通往成功的钥匙。感恩宇宙。The Quantum Field 7号牌，好，这个是量子能量啊。来，这个讲的是能量磁场。7号牌，他说啊，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也就是我们在讲啊心电感应啊，他说的是超越时间、超越时空。Quantum Field 这个呢讲的是能量的因子。啊，这个讲的是我们的念头，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于我们常说的世界吸引力法则，这个强大的吸引力。Quantum Field 有好几个能量啊，第一个能量呢就是能量的升级。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当下的内心的感觉呢是非常好的 ，abundance 是富足，请你们保持这个富足感，让自己的能量不断的去感受到这种富足，这个已经到来的成功。从而呢，帮你吸引到贵人，帮你吸引到更好的机会。The Quantum Field 有的时候啊，它显化是从能量因子开始的，而这个量子能量磁场就是这个能量的因子。当下的你非常适合做冥想，当下的你非常适合去练习感恩，去把这个感恩的能量啊大声的说出来，对自己的内心每天去说，每天给自己更多的肯定。这样子，通过量子能量的磁场，把你的能量提升，把你吸引到更好的人身边，把你带到更多的机会的面前，让你去吸引和接收你想去获得的这个目的地。那么第二个能量，我们反过来又讲了啊。如果说当下这个能量磁场，我们看到啊，你周围可能真的有一些让你觉得很糟糕的人，如果你不离开这些人的话，那么我们所谓啊，通过这个能量的干扰，这些人可能会干扰到你，而你当下内心的富足也有可能被他们给拖下水。所以呢，我们从反面的角度去看，也是啊，当下的你呢，要知道自己的能量磁场是怎样的，可以去做一个 energy check。如果说你的能量磁场很好的话，就继续去保持和放大。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今天心情很糟，因为这些讨人厌的人啊，把你弄得心情很不好，那么你一定要做一个能量的保护和能量的屏蔽，把这些不好的能量驱赶出去。你可以召唤大天使 Michael， 用他的光之剑去离开或者是切割掉他们对你能量因子的干扰，保护住自己的能量场，这样子能够帮助你啊，更好的、更快的吸引到你要的成功还有机会。
好，那这边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非常高兴今天为大家连解当下你通往成功的钥匙，来自宇宙的指引跟建议，你当下该如何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对当下的你有所帮助，有所指引。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啦，提前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黄金疗愈水晶 ，OK， 放在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能量啊，是当下你通往成功的钥匙，你该如何？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和建议分别是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这边呢为你们抽到的一张能量牌卡。也是我们今天的主牌，上面呢写的是41号 Surrender， 这个能量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放下。那么如果我们去专业的翻译它啊，应该是臣服，臣服的力量。我们当下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啊，这个女孩子她身着华服啊，那么打开了她的手臂，非常轻盈的，非常自在的走在了一条属于她的人生大路当中。那么周围的景象和颜色啊，都是这种橙色、黄色、红色，代表着积极的态度，代表着未来的光明。那么它周身的这个小蜜蜂啊，我觉得它发出的这个声音呢，是为它的一种喝彩啊。小蜜蜂都过来了，说明它的味道、它的香气啊，吸引到了很多很多的蝴蝶和蜜蜂。那么从这张能量牌卡当中，我读到了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通往成功的钥匙啊，其实呢跟你的美丽有关，跟你的内在美有关。OK，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张牌卡，它下面的翻译，这边呢我自己写了几句话啊，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比放手更美，没有什么比离开更值啊。那么可能当下呢，在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这边啊，刚才我们所看到美丽的能量很关键。再一个呢，就是放手，放手那些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不值得你去花时间的对象。其实我在这张牌卡当中啊，读到的是来自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很美。美丽这个词语啊，当下呢，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有一部分的人非常的关注。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已经忘记了，可能更多的是沉浸在了这种物质，或者是名誉，或者是地位，或者是活下来这样子的能量里啊。但是呢，世间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集中力放在美丽当中啊，我们将拥抱的是更多的欣喜、感恩。那么美丽就会吸引美丽。当你的眼睛寻找美丽，你就能够看到美丽，你就能够成为美丽。好，那我们把这个牌先放一边。我们现在呢来连接一下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一个背景信息。我们在2023年这个转折年里面啊，也许你遇到了什么吗？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告诉我们的一个讯息和指引。当下你的一个状态，你过去所经历啊，我们来看过去和当下的一个能量啊。好，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能量指引，同时呢，也是去寻找这把钥匙啊。我们钥匙对应的是一把锁，所以我们现在所连接的这个能量呢，其实就是这把锁。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人生中的这把锁，宇宙怎么讲？然后呢，我们来对应这把锁，寻找到通往你成功的钥匙。感恩宇宙。好的，我看到第一张牌，权杖5的逆位。这张牌讲的是一些冲突矛盾啊，有一些解不开的结搭。然后呢，这些能量里啊，可能是跟其他的人有关系，因为我们在权杖5这里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围绕在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身边跟左右。有些人呢，可能跟你是朋友关系；有些人呢，可能是你的家人啊；有些人呢，可能是你的爱人；有些人呢，可能是你的同事。OK， 有比较繁杂的一个人际圈子啊，在你的周围跟左右。这个圈子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括你跟他们能量的互换，当下是值得你去注意的。而在这些能量当中，有一些缠绕，需要你去解开，甚至是需要你去放开他们，放他们走。好，我们继续来啊，3张牌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呢是圣杯8，然后第3张牌我们抽到的是力量。你不舍得走啊，圣杯8就是在讲这个意思，你不舍得走，因为这些诸多的人和事啊，你投入了，或者是你曾经啊，因为我们这个是看过去能量嘛，你曾经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你曾经投入了很多你的感情啊，你是感情跟他们连接在一起。我们看到这张圣杯8啊，这张牌卡，我们的天空中它是一轮下弦月，意思是有一些能量啊，已经经过了它的这种结论期，满月就是结论期，有些事情已经清楚了，有些事情已经明了了。而在这个下弦月的能量当中，其实它是一个要去疗愈，要去释放，要去我们所谓的准备新一轮的周期，又或者是酝酿新的一个开始啊，这样子关键的一个时间阶段。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女神她把一些圣杯放在了水里，一些圣杯放在了陆地，无论是什么呢，这个圣杯里都没有水了，而她呢已经离开了。可是呢，我们当前看到的是啊，圣杯8它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呢让我看到的就是不舍得。你跟有一些人的关系啊，在能量当中来看的话，也许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滋养了。这个关系里面，或者是跟某人的一些连接里面，现在所剩下的可能就是纠缠，现在所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些没有营养的，或者是不能够使大家开心的，又或者是说一些让人心烦意乱的啊，这样子的能量啊。但是呢，由于你之前真的爱过他们，或者是你之前真的非常的在乎他们，又或者是当下你的内心啊，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份责任心，你总想让他们开心，你总想让他们好，你总想让他们不要怪你，或者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量啊，让他们好起来。这边我听到有很强的这种帮助的能量啊。但是呢，当下啊，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们自己的能量当中，我看到了一些冲突。也许你继续停留在跟他们能量的缠绕里面，你会苦了自己，你自己的生活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整理出有关于你的这条路。如果你继续停留在跟他们能量的缠绕当中，可能就没有办法让自己逃离过去的，或者是逃离以及放下这个能量，你没有办法走上真正属于你的一条道路。那么在权杖5的逆位当中呢，可能你生活里啊就会感觉到那种挣扎，就会感觉到那种剪不清理还乱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权杖5的一个逆位。同时呢，这个能量也会让你觉得生活里啊就是时间不够用，因为太多的能量啊都在要求你，或者是都在 demanding 啊，就是需要你，而你的能量是有限的。所以在权杖5这里呢，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理性当中你知道你需要离开，在理性当中你知道你需要放手，但是呢在感性里，由于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由于你是一个很长情的一个人，由于你可能是一个责任心还很重的一个人，所以我看到了你的这种犹豫，也看到了你的这种不舍得。对。那么我们看到最后一张牌啊，这个力量牌。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真正的力量呢，是我们自己内心能够给我们的。那么我看到当前啊，这个力量牌的逆位，有一些朋友呢，当下啊，这个内心的力量可能是你们现在正在寻找的。这个内心的力量呢，就是说怎么样去放过自己，原谅自己。关于你身边的这些人的缠绕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并非是你的敌人，因为我看到了圣杯8，说明你曾经跟这些人之间啊是有爱的，他们可能是你很亲近的人，比方说你的好朋友，比方说你的家人，比方说你的爱人啊，这些人跟你是有感情连结的。你之所以放不下他们，
或者是之前啊，在你们的冲突和矛盾里，你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所谓的放过、原谅、离开，是因为你的内心对于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份牵绊。而力量牌的出现啊，这个逆位，我觉得是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的一个人生课题，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以一个内心强大的个体，去勇敢的做决定，去勇敢的斩断一些所谓的这种冲突，怎么样去把这个有一点混乱的关系整理清楚。一个很强大内心的人呢，有的时候呢是需要去勇敢一点的。我这边看到有些朋友啊，这个勇敢对于你来讲，其实呢很难，因为这个勇敢呢，可能你的内心会觉得这份勇气或者是这一份勇敢可能会伤到你爱的人，你可能心里会有这个顾虑。但是呢，从我们这个牌的能量来看啊，如果当能量纠缠或者是牵扯，你要做的其实是要对自己负责任。因为当你对自己负责任的时候，这些你爱的人就会从你身上学习到，他们也需要对自己负责任，而一味的去牵扯或者是拉着别人下水啊，是没有办法得到救赎的。有的时候呢，在一段比较复杂的关系里，每一个人都要勇敢的救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勇敢的去做自己，而这样子勇气不仅仅能够让自己我们所谓的得到一种成就、一种提升，还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当这些你爱的人，这些可能也非常爱你的人，看到你的这种成就，看到你的勇敢以后啊，他们会学习，把你作为他们人生的榜样，从而你的这种勇气，我觉得是间接的和无形的，也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份力量，而每一个人的内心的力量都被唤醒，你们将所有的我看到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周围的这些你爱的人都会像你一样得到一种提升，并且得到一种自我学习、自我成长。最后呢，每一个人都是自信的、勇敢的、独立的、面向光明的。面向光明的。那么每一个独立的人，当自己学会了独立，当自己都能够看到自己的美好以后啊，你们的关系自然而然就解开了，你们的关系啊，自然而然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了，变得非常和谐了。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那么面对你这所谓的过去所经历的种种 ，OK， 你当下的一个心态是怎样的？又或者是说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补充能量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能量的验证？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我们抽到的是 memory， 对啊，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对过去的能量非常的留恋。我们在当下去连接你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强烈的过去式的能量出现了在你当下的一个状态里。也就是说，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去连接你现在的能量，看到的是你对过去有一点难以忘怀，你对过去的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有一点被羁绊住了被羁绊住了。当下呢，其实有一部分你就是活在你的记忆当中，这个记忆里有的是可能跟某人非常美好的回忆，这个记忆里可能是你曾经的这种成就你个人的成就，你个人的顶峰，你个人的一种鼎盛时期。但是呢，由于当下也许你遇到的事情现在你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和那个最好的时候相比较，它是有落差的。而你现在呢，可能会有一点过多的去回想过去，去把能量给予过去，不愿意从过去的那个好的时候走出来，去面对当下的现实，并且再去创造一个下一阶段的美好。第二个能量呢，就是你的这个过去式可能你会更多的看向你曾经犯的错，或者是曾经有对你伤害的那些人，他们对你做的那些事情，你耿耿于怀，你无法释放，你无法忘怀。因为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在你的记忆当中，你可能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平。力量牌的逆位说明有可能在过去你遇到了一个跟你非常不一样的人，这个人呢，他可能伤害了你，或者是无情的让你感觉到自己不被信任、不被肯定、不被认同，
所以呢，在你的记忆当中，对于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和过去曾经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某一个人呢，就是记忆非常的犹新。所以说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抽到了今天的主牌是放手，是离开。你现在的状态可能是把这个双臂就是这样拥抱着，蜷曲着，因为你在抱着过去，不愿意撒手。但是呢，宇宙当下给你的能量，我们今天通往成功的钥匙的主牌是打开你的双臂，去让这些过去的好的、不好的、开心的、不开心的都让他们走，让过去这个所谓已经发生的状态让他们离开，为的是不做我们所谓过去式的一个囚徒。无论过去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它都已经不再是当下和未来了，对吗？那么这个能量它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做过去能量的一个囚徒，我们不能够把自己锁在过去的回忆当中。当下呢，我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宇宙呢希望你能够勇敢的去找到这个生命当下的美好，又或者是说去做一个许愿，向宇宙下一个新的订单，让你的未来从当下的自己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出一条新路，一步一步的我看到这个美丽是踏出一条属于你的美丽的道路。如果说你不想去释放你的双手，你不想去打开你的双臂，去迎接当下的自己，以及走上通往未来的道路的话，那么你有可能会错过其实当下以及未来想要进入你生活里的惊喜和美好的存在。我们的这个宇宙和这个世界是非常富足的，美好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如果过去你经历过某种美好，那么请你相信未来你会经历更多，你甚至会拥有更好的一种美好的存在。而遗憾或者是不愿意放手，只会去阻碍你找到这些美好，找到这些好运。那么如果在过去真的是有一些人他伤害了你，让你觉得非常痛苦的话，那么就请你把过去的这个经历幻化成你人生的宝贵的一次经验或者是教训，把它们当作你未来前进的一个里程碑。而拥有了这个里程碑，拥有了这一份人生的智慧，你能够在当下和未来的我们所谓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去解决，或者是很好的去规避这个风险。所以当下呢，对于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这条人生的这个路线或者是你现在要做的这个释放，其实也非常好的指向了一条疗愈的道路。抓着不愿意放手，我们就没有开始所谓的疗愈，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真正的疗愈。而一旦我们进入到了疗愈，我们就会越来越好，我们就会能量越来越高，我们就能够去吸引更多的美好，以及我们内心当中真正所求的、真正所需的那些幸福还有美丽的存在。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解读完了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所看到的这把锁，又或者是你过去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影子，或者是这些片段。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当下你通往成功的这把钥匙，宇宙给你的解答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宇宙告诉我。OK， 我们第一张牌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匹白马。你通往成功的钥匙，宇宙给了你一个白马，上面写的是自由，还有行动。我们先来解读第一把钥匙今天呢，我们的第一把钥匙这个飞马，或者是这匹白色的马这个马呢非常的自由，它身上的这个缰绳已经被脱去了。这个缰绳是什么呢？这个缰绳它意味着过去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你跟这个人之间，我觉得是你过去的一个能量过去的这个能量对于你来讲，它就是缰绳，它就是一个限制你的缰绳。这个缰绳它捆着你，拉着你，不让你去前进，不让你去，你看走自己的路
这条道路这么的美，但是呢，过去的能量却牵绊住了你，让你困在黑暗当中，让你困在泥泞当中。宇宙给你的这把成功的钥匙是释放掉、松绑掉自己的这个枷锁。这个枷锁还有一个能量是什么呀？它不让你去走你想走的方向啊。刚才我们看的是不让你前进，第二个能量呢是它在控制你人生的轨迹，你人生的方向。因为我们看到了权杖五，这是挣扎，这是冲突。你想走的方向，过去的这个人，过去的这件事情啊，它限制住了你，你不可能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往左拐，或者是往右拐，选择这个，或者是选择那个。这个过去能量的缰绳呢，它让你选择他想让你选的，或者是这个缰绳呢，它只让你去看他想让你看到的。所以你的眼光或者是你的眼界啊，能够看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这个过去的能量，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情啊，是对于你来讲一种限制。宇宙当下给你成功的钥匙，最重要的一个能量就是释放掉这个能量，释放掉这个捆绑。我当下看到的是一个恶魔 ，OK， 这是一个无形的恶魔，他对你有一个缰绳，他对你有一个锁链，他拖着你，他拉着你，他拽着你，你既不能动弹，你也不能够去选择。所以当下宇宙给你的这个钥匙是在能量当中真正的释放掉，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跟过去式做一个告别仪式，不要再活在过去，不要再去所谓的停留在过去。过去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鬼城 ghost town。 为什么是鬼城？因为都是假的看不见也摸不着，因为它是过去的能量，它不是当下，那就是假的。所以当下呢，宇宙给你了这匹白马，它希望你能够从过去的能量捆绑当中释放掉自己，还自己自由。我们看到之前这张牌圣杯八，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所谓的下弦月的能量它讲的是通过满月之后，慢慢到了下弦月，然后进入到黑月、新月、新的周期。而我们看到这匹马，当它开始去奔跑，当它开始去行动以后它就会经历这个全月，也就是说离开这个结论，离开这个终点，已经有些事情到达终点，已经很清楚很明了了。我们不要去抓着它，无论这个过去的清楚和明了是你的成就，还是过去你所经历的这种伤害，都不要抓着，都让他们走，因为已经经历了，已经过去了。当下宇宙给你的钥匙是让自己自由的行动，自由的去奔跑或者是奔放你看 surrender， 去打开你的双臂，把你的头发编起来，换上一条漂亮的美丽的裙子，给自己自由，去开心的跑起来。我觉得这边是跑起来这个女孩子给人的感觉非常非常的轻盈，非常非常的美丽，正如同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如果当下呢听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是男性的话，我觉得这份自由也是你们期待已久的。你们就是这匹白马，过去的你被某个人、被某个事情牵制住了，你被套上了缰绳，你没有办法自由的奔跑。而现在宇宙给你的这把成功的钥匙，就是要主动的把这个缰绳卸掉，不要再让这个人牵制于你，不要再让这个过去阻碍你去朝向你未来的成功。这匹白马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纯净，非常的无邪。OK， 它带着纯净和无邪的力量在走着自己的路，朝向自己的光明。而且这个白马，你看，夜晚当中非常的黑暗，它自己给自己点亮了这束光，因为它的这个白色是它灵魂的颜色。而这个闪闪发光的光芒也能够照亮周围的人。所以我觉得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这个能量牵制你的真的是你所爱的人，你的勇敢让自己变好的能量我觉得是能够帮助你周围这些你爱的人哪怕你跟他们有冲突有矛盾，但是通过你自己的变好，他们能够看到你变好，也会最后为你开心，为你感到骄傲，甚至能够鼓励他们，作为他们人生的一个榜样每一个人都变好，像你一样。第一张牌。好，第二张牌，宇宙当下给你通往成功的钥匙是鲨鱼。
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很明显啊，来自你们的这个钥匙啊，有非常强的这种，我觉得是图腾动物的能量啊，就是这种 power animal。他们既有可能是你的指导灵，也有可能是你们的图腾，你们这一生的守护的动物啊。这张牌讲的是鲨鱼，先让自己活下来 ，survival。我这边啊，就感觉到有些朋友，你们是因为爱的人牵绊住了你们的步伐，你们太爱他们了，你们太关心他们，太想救他们啊。也许你想救他们，可是呢，你越去救他们，越去帮他们，可能就会把自己啊越陷越深，把自己呢弄得越来越苦。你当下要做的，其实不是跟他们拧在一起，或者是缠绕在一起，而是先救自己。鲨鱼，现在呢，在你的能量当中，你就说可能有一些事情啊，它已经有一点所谓的 risky 危机，有些事情呢，它已经是有一点迫在眉睫了，不能再等了。你当下立刻就要去做决定，不要让自己再活在过去里，或者是被过去的能量所牵绊住。也许过去的你非常的自由，或者是过去的你可以天真无邪，可以不断的去帮助他们。但是当你的能量耗了一段时间以后，现在你的能量啊急需补给，而当下在你的周围可能有这种我们所谓的危险。这个危险呢，有可能是来自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健康状态，有可能来自于你们现在的一个心理状态。当我们的能量啊耗到一定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需要补充，我们需要休息。力量牌的一个逆位，有些朋友当下啊，也许你们的状态可能会觉得精神方面就是不是很振作，又或者是觉得非常的难熬，不知道怎么样去整理清楚啊，离开这些让你觉得可能有一点窒息的，或者是让自己真正的活在当下。而你们当下的能量有一点像是被过去的能量牵绊的，无法出来，无法逃脱。所以这个鲨鱼这个危险，其实呢看起来可能有一点危机，事实上也非常的好解，就是让自己立刻马上回到当下，不要让自己停在这个过去的鬼城里，做过去的囚徒，对不对？那么一旦你回到当下，你就会拥有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是如同鲨鱼一般啊，可以清晰的看到自己的一个情况 situation， 分析出当下你情形里的，比方说好和不好，或者是你当下应该走哪一条路。这个鲨鱼啊，鲨鱼其实非常的聪明，它知道自己的这个方向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这个目的地，这个方向在哪里。那么一旦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从过去的这个牢笼当中回到当下，开始去正面的关注自己，而不是把能量再去给过去的这些人，或者是把能量再去给他们，你就能够看到你当下生活真正需要你的重点在哪里。也许是你的健康，也许是你的我们所谓的自己的这一份从内到外的身心灵的健康，你需要去充电了，你需要休息了，你需要重新找到过去自己的那一份自信了，你需要我们所谓的变美好，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这个力量不能够再去给别人。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个缰绳就是你的力量。你明明是一匹白色的灵马有灵性的一匹白马，你却把你的这个自由，或者是你的这个方向，这个奔跑的力量给了别人，这个缰绳，对不对？你给了别人，别人可以牵着你的鼻子走，这样子的能量就会让你丧失掉你的力量，这样子的一种我们所谓的选择就会让你受到极大的一种限制和捆绑，你就不再是这个自由的灵马了。所以你看这个能量这个能量就会让你危险，就会让你没有办法活下来。而宇宙当下给你的这把钥匙呢，就是让自己活下来，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缰绳把它给切换掉，或者是把它给斩断，让自己以一个自由之身去选择你想走的路，选择你想成为的自己，这个盛放出美丽的自己的光芒不要因为别人而暗淡自己的光。他们不好不是你的错他们不好不是你的错，你可以帮他们，你可以救他们，但是前提条件是你不能够让自己死去，你不能够让自己活不下来，对不对？
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过去的能量里啊，你被一个很爱的人牵制住了，你爱他，你想帮他，你想救他，但是也许你们当下其实已经要各走各的路了，或者是当下你们需要去把能量给自己的生活，你们要重获自己的力量，重获你的心声，放下他们吧，暂时先放下他们吧，让自己好起来，你才能够再去救他们，你才能够再次的好好的跟他们连接，去拥抱这一段有力量的关系啊。这个 strength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很想去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者是你很想跟他们好好的相处，但是你们两个人的能量要匹配，你们可以非常的不同，但是你们能量要匹配，你们都得是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人，你们都得是一个独立的灵魂，你们都得是有能力去爱别人的人才可以。我们看到当下这个力量牌啊，有这个小鹿，有一匹灰狼，有一个狮子，有一个女士，有阴有太阳，这些能量它都非常的强大，这些强大的个体想要融入在一起啊，是非常美好的，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但是呢，这个能量同样也是有危险的，一旦我们看这个逆位的，一旦这个狮子如果它想露出它的獠牙，它是很容易伤害到这些人的，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如果用他的这种控制能量去控制这个狮子，那么狮子就可能就越来越没有他的这个野性，他的能力，而变成了真正的一只小花猫，这都不好。最好的关系是你能够做你，我能够做我，但是我们两个人呢，就可以在彼此的面前啊，做这个最好的自己，让这段关系各自得到滋养，又能够相互的支持和体谅。力量牌的逆位。好，我们再来看啊，具体的，来自宇宙的指引，来自宇宙的建议啊，当下你通往成功的钥匙是什么呢？感恩宇宙。我们的第一张牌是力量牌的一个逆位，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啊是放开他的手。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你们在跟一个非常难搞的一个人啊，我觉得是一段非常难搞的一段关系吧，或者是一段非常有挑战的关系，又或者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啊，做一个抗争，做一个所谓的不想放手，就是执着嘛。但是呢，宇宙当下给的力量牌的逆位啊，这张牌就是在说，有些人没有办法救的，有些人呢，有些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在当下啊，我们所谓的解决，有些事情呢也没有办法在当下立刻得到一种回应，或者是把问题真正的把它给解决掉。就像你现在所制服的这个有点像鳄鱼啊，这个牌的这个逆位非常像鳄鱼。也许呢，当下你们所处的这一段关系，又或者是你们面对的这件事情啊，难度已经超越了你现在能力的范围。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当下，并不是说去解决它，而是让自己逃离。我看到这个鲨鱼的能量啊，意思就是在讲，有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拼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坚持一下，但有的时候呢，逃是最好的方法。如果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情吧，它的难度已经超越了你当下可以承担的范围，也许它需要你太多的精力，会让你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或者是说这个关系会让你非常的内耗，时间久了以后呢，可能你都没有办法去照顾好自己了。那么宇宙当下给你的这个成功的钥匙呢，就是放弃不是说放弃所有的不要了，不管不顾了，也不是，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放手。当下放手是为了各自成长，当下放手是为了让自己充电，让自己可以进一步的去升级和进化。当时机来临的时候，也许你们两个人可以再次的和好，当时机来临的时候，也许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变得更好。这边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双生火焰，
有一部分小部分朋友啊，也许是跟你的双生火焰有一定的联系啊，有一定的连结。但是呢，更多的朋友可能是跟一个你很爱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很爱的人呐，你很爱的一个关系啊，你曾经付出了很多很多，你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但是当下的局面和状态，这个问题，如果想要得到解决的话，放手是最好的答案。继续纠缠在一起，只会让你们都受伤，只会让你们都我们说越来越累，越来越耗。力量牌的逆位。好，再来看宇宙给你当下成功的钥匙，权杖6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有2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吧，就是你们现在如果想成功的话，可能这个时机不太行。现在呢更多的朋友，我们刚才看到是放开这个手，放开这个所谓当下立刻能看到的结局和结尾，而让这个所谓的这个 ending 留到未来再去做。也许这个成功并不是不到，而是当下不到，而是未来才会到。而你们现在要做的是离开、释放，给自己自由。你们将重新获得这个力量，有了力量以后，你们才会成功。权杖6的一个逆位。第2个信息就是来自于公开。有些朋友呢，当下也许你们非常想去公开的，或者是让所有人看到这份成绩，可是呢，现在不是公开的好时间。权杖6的逆位，宇宙给你的这把钥匙是默默的，或者是静静的离场。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可能被很多人看到，或者是让所有人知道以后，我们会有形无形的接受到外界的一些压力有外界的压力和外界的评论，或者是外面的一些指指点点，可能都会让我们更加的没有办法去释放掉，或者是我们因为面子的问题，或者是因为不想让别人失望吧有的时候是不想让别人失望吧。那么权杖6的逆位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要能够低头学会低头，学会走下来，从这个高度走下来，让我们来到一个更加稳定的，哪怕比现在看到低一点的地方，但是我们却能够稳定的降落，我们却能够在一个稳定的地方再次的启程，让我们进入一段充电期，让我们进入一段疗养期。那么等到时间到了以后，我们再走上那个高度，再去跟外面的人连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美好，或者是让这个更加确定的这个人看到我们再一次的蜕变了，或者是进化了，或者是更好了。好，第3张牌，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这把钥匙，来看一下。圣杯1，打开你的心，打开这份爱。好，第3张牌我们抽到了一张正位的圣杯1。这张牌呢，讲的是心轮的开启。我觉得有些朋友这个能量是什么？就是实在是太耗了，我觉得是太耗了。这个酒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酒呢，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放松的阶段，对吧？喝了酒以后，我们就会放松了。喝了酒以后呢，我们就不会再那么的紧绷了。哪怕压力再大，我们都能够借助这个酒这个发酵的能量，发酵以后的饮料让自己得到暂时的一种停歇、放松、轻松，让我们能够轻松的说一些话，让我们能够轻松的去我们所谓的迷糊一下，对吧？不是什么时候都是那么清楚，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让自己那么的紧绷，而有的时候我们要迷糊一下自己。有一句话怎么讲难得糊涂。第2组牌的朋友，难得糊涂。现在的你可以让自己糊涂一下。现在的你呢，可以让自己抽离了。现在的你呢，可以，我觉得是还给自己这份自由。如果我们在白天生活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环境里，那么当我们晚上，或者是当我们这个evening 下午的时候喝一点酒，我们就会觉得很放松，对不对？我们就会觉得瞬间的这个压力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去想了。所以有的时候喝酒呢，也是有这种仪式感的。它意味着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疗养阶段，预示着我们终于可以去补充营养了。
吃饭啊、喝酒啊、聊天呐，对不对？所以来了酒，我们就可以开心了；来了酒，我们就开始去释放这个压力了；来了酒，我们就打开自己的心啊，去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释放，让自己再次的轻松下来，解压下来，对不对？从而呢，能够迎接未来的挑战。圣杯一，很多朋友啊，我觉得这份疗愈是你当下一定要去做的。这份疗愈，它要疗愈的是你的心。当你的心得到一种疗愈，你就能够再次的去收集到爱，同时你也可以去给予你的爱。这张臣服牌或者是 surrender 放手牌啊，我看到的是一种积极的心态。金黄色啊，非常的美。积极的心态，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是积极的，是正向的，对自己的未来是充满期待的。无论这个未来预示着什么，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都不再害怕，而是勇敢的面对。如果当下这个问题实在没有办法解决，我也看到的是当下适合的是先停歇一下，让自己所谓的一个人先走一段吧。那么有些问题呢，也许在未来啊，就是迎刃而解。又或者你跟这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在未来会有一个更好的时机帮你们解开。那么我们最后的最后呢，关于这个圣杯一啊，它的能量呢，也在预示着新的爱。OK， 一份新的爱。无论这个爱呀，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要看这个锁和钥匙了啊，这个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人呢是你的家人朋友，那么这份新的爱代表着你们关系的解锁，代表着你们两个人的和解。如果呢这份爱 OK 是你跟某人的一段感情关系的话，那么也有可能呢这个新的爱预示着新的爱人的降临，新恋情的进入。如果呢我们看到这份爱是对于你某件事情你的执着，过去的一段记忆啊，或者是你曾经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某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忘怀，你没有办法去释放的话，那么这个圣杯一预示着新的未来，新的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启。那我们讲完了这个钥匙，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些指引和提点，有什么事情你需要特别注意，从而可以帮助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走上这个自由的道路，让自己可以再一次的回到你自己的力量里来。感恩宇宙。宇宙，你有什么样子的提点？你有什么样子的指引？希望能够第二副牌的朋友当下可以听见，感恩。好 ，Full of hot air， 47号牌啊，满是这个热气。这张牌讲的其实是一种很激动的状态啊，给我的感觉啊，是有些朋友呢，当你们现在啊，你看这个权杖五啊，就给人的感觉很多事情啊，都在你的生活当中和左右，都在增强着你的时间，增强着你的精力。那么宇宙呢，在告诉你啊，其实这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做成，但是呢，你要一件一件的来。现在呢，不适合 multitasking，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做。在这个疗愈的道路当中，一旦你进入到当下能量，你可能就会发现，哎呀，原来我错过了那么多，我过去把能量都给了这个已经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事情，没有必要。一旦你的缰绳被你自己抓到自己的手里，获得这个力量，我觉得很多朋友啊，都像踩了这个风火轮一样，你们的生活就会快速的把你们推到一个非常美好、非常美丽 ，OK， 而且呢是很有希望的这个好运的道路里来。那么这个热气啊，全都是热气，代表着你马上将会接到的这种欣喜感，这种热情感，这种激动的感觉。宇宙说，所有你想去做的事情都能够做成，但是请你啊，找到这个重点，一个一个的来，每一件事情都有始有终，做到位，你将收获更多的成功。好，那这里呢是47号牌，满是热气啊，47号牌。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二章，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章指引。宇宙给你的指引是什么？感恩宇宙。OK， 这张牌呢，宇宙说啊 ，connect with the divine，
其实宇宙希望你能够跟它紧密的连接。这张牌其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宇宙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能量的读取，再告诉第二副牌的朋友，宇宙与你同在呀。请你现在一定不要忽略啊这个直觉，一定不要忽略宇宙的存在。如果当下有一部分的朋友觉得你是一个人，好像没有支持，没有人帮你，没有人懂你，那么你一定不要这样想，因为宇宙通过这张牌在告诉你，你所有的想法，你所有的思想，你所有的情绪，他都知道，他都能够懂。宇宙说，你看，我的使命就是去让你的眼中啊闪闪发光，不要让你的眼中暗淡无光。我们看当下宇宙给你的这个指引啊，也许呢有一部分朋友觉得当下你的生活里有很多的鲨鱼围绕着你，你觉得自己仿佛快要窒息，你觉得自己好像快要不行了，没有人能救你。事实上是什么？宇宙说，我会跟你同在，让你的眼睛永远都发出明亮的美丽的光。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如果真的需要帮助的话，或者是需要指引，你只需要去 ask， 去问，去求。宇宙说，我就在这里，你问呐、你问一下我，或者是你叫一下我，你叫我。宇宙说，你叫一下我，我就在这里啊，我离你那么的近，我就在你左边，我就在你右边。他看到了你，对不对？宇宙说，我看到了你。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这个能量我觉得会非常的感动。无论你当下吧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无论你当下想要去改变怎样的人生方向，OK， 或者是你觉得没有办法释放掉的，没有办法忘怀的，你都不要自己一个人承担。请你把这个所谓的你自己没有办法 handle 的东西啊，给宇宙，宇宙能够帮你 handle，它能 handle 所有的事情。但是呢，你需要去跟他连接，让他帮你啊，让他帮你。现在宇宙比你还要更加的渴望来到你的身边，来到你的周围啊，去给你信息，给你指引，给你帮助，或者是给你机会。所以说56号牌，宇宙说，我就在这里，请你用我啊，请你叫我好不好？OK， 那这里呢就是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今天我们所连接到所有的关于当下呢，你通往成功的这把钥匙，希望所有的朋友啊，都不要忽略了这些看不到、摸不着的神秘却又伟大的力量。你永远都不是孤单一个人，有人就在你的身边，有人就在你的身旁，他们希望跟你连接，他们也希望呢成为你成功的助力，请你相信这一点。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了，期待大家的成功。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个紫色的水晶。好，那我把它放这里哦。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啊，是来看一下当下你通往成功的钥匙，你该如何？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个指引和建议分别有哪些？好，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提前抽到的一张能量牌卡。这边呢我们抽到的是 self worship， 如果我们直翻的话啊，就是崇拜自己，向自己崇拜。但是呢，如果我们意义的话，其实这张牌呢讲的是照顾自己。我们看当下这个女士啊，她身着白衣，然后呢面对着一个镜子啊，手呢在摆弄着她的秀发。我们可以感觉到啊，这个女生现在呢其实对着镜子对自己的感受啊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面镜子，也就是面对这个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呢总是去评判自己，对自己说狠话，又或者是说嫌弃自己哪里不好？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外在的啊，外表能量的一些所谓的指指点点，或者是不满意，也有可能呢是对我们过去做的事情，又或者是对当下自己能力的不足所产生的一种怀疑，或者是不满意。那么当下呢，我们看到这个能量啊，其实宇宙呢就是在讲，我们其实呢要换一个活法，从自己开始，我们要换一个活法啊，对自己满意。我们要换一个照镜子的方式，从镜子当中呢去表扬这个自己，表扬镜子
当中自己的美丽，表扬镜子当中我们所拥有的一些特殊的能耐，或者是当下已经取得的成功。好，那我们看到下面这里有一些文字的一些解释，我们来翻译一下。这边呢，我用自己的话语描述了一下它讲的是发现自己的神性，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简单一点就是这个意思了。发现自己的神性，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我特别喜欢第二句话，就是说有的时候吧，我们去连接这个好朋友的能量我们当下能不能想到一个我们真心最相信的人？有的朋友可以，你很幸运，你有一个好朋友。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当下并不能够找到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吧，或者是说你还没有找到，不是说你没有是你当下还没有遇见这个真正能够完全包容你和理解你的人。但是呢，没有关系，每一个人其实最好的朋友应该是自己。OK， 无论外面我们所交的这个朋友跟我们多么的要好，或者是跟我们一般，但是呢，永远不要忽略了自己的力量。大家想一想有多少时候我们其实呢身体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跟我们不断的对话，或者是不断的在给我们一些指引，又或者不断的在向我们提出一个发问。那么这些能量，这个声音是积极的吗？还是说这个声音是消极的，是怀疑的？这个声音是我们的自己，它是另外一面我们的自己。那么当下呢，这个照顾自己的能量也是要去所谓的滋养这个声音。我们要让这个声音更多的去认可，更多的去表扬，更多的去看向自己的美好，而不是要让这个声音不断的去审判，不断的去重复着我们过去可能已经做错的，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要再去重复这个能量我们一定要更多的认可，更多的相信。这个就是 self worship。好，那我们把这个能量呢先放到一边。今天我们来看当下这个通往成功的钥匙，感觉到这把钥匙呢跟你自己有关当下这个钥匙可能跟你自己有关。我们先来连接一下吧。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当第三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这个背景信息。我们来连接一下这个能量，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你的过去，或者是当下你的一个状态的呈现我们来看一下，作为今天的验证。同时呢，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把钥匙每一把钥匙呢对的都是一把锁，所以我们今天一边去连接这个能量呢，也是去为大家找到我们今天通往成功的钥匙，这个可能是阻碍你成功的，又或者是锁住你成功的这把锁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是锁的能量，一个是钥匙的能量来综合的为大家去做一个解析。好的，我们来具体的问宇宙关于你的背景能量，我们来连接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信息，感恩宇宙。好，我们看到第一张牌是圣杯一的逆位。这张牌呢讲的是内心有一点堵塞心轮有一点堵塞，没有打开自己的心第二张牌呢是宝剑国王的一个逆位。这是潜力你们的潜力被掩埋，就是说潜力没有被真正的激发出来。第三张牌呢是审判哇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一个能量的指引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你的过去，或者是当下能量的一种呈现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有关于解锁成功钥匙这个锁的能量首先呢，圣杯一这张牌呢，我们刚才讲过你的心不够打开，不够敞亮。这个能量呢，有可能是来自于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个人特别的强势，可能你生活当中有一个特别强势的爸爸，或者是一个特别强势的妈妈，又或者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老师，或者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老板，他们对你非常的严格
可以这样讲，他们对你非常的严格。那么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呢，可能他们在选择词语以及对你讲话用的这个沟通方式可能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很包容的，或者是让人觉得很温和的。相对比较，他们可能用的是比较严厉的语言。OK， 我们讲两种教育方式，对吧？一种呢是赏识教育，就是说更多的是一种包养，更多的是一种认可。这个呢，我们一般可能在西方的这个文化当中看的比较多。那么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一种我们所谓的打压式教育这个呢，可能在东方的这个文化背景当中更加的常见。意思就是说，会以这种挑毛病的方式呢，希望这个孩子把所有的缺点全部都规避掉，最后呢，所剩的都是最好的最美丽的，对吧？但是呢，这个如果是这种打压教育的话，它的问题呢就在于说，孩子的心理可能会受到一些创伤。那么这个能量呢，又有可能会直接连接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童年有些朋友可能这个能量直接会走得比较远，归宿比较的久了未必是当下的一个能量，有可能是很早以前了。也许你一直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也许你一直呢都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强势的人在你的生命里面，他们给你的能量呢可能是对你的一种评判，更多的呢是来挑出你的不足。这个能量不代表你不好。OK， 第三副牌的朋友这个完全不代表你不好，完全就是半杯水的能量。赏识教育呢是说，哇，我还有半杯水，你太赞了，你太优秀了那么这个打压教育就是说，你怎么还差半杯水呢？你怎么还不足呢？其实你看，都是一样的半杯水。所以当下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不要去怀疑自己的能力，更不要因为我看到这些狠角色在你生命当中对你说的这些狠话，而觉得自己不够。相对应的，我看到这边仿佛相对应的，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很优秀。我觉得当下呢，你们听到的这些可能对你的一些评判，或者是指出你的缺点，都是因为他们希望你变得完美。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呀？我们的这个世间可能很少有完美的能量存在，而完美它也只是一个能量的瞬间，它并不是一个能量的持续。能量的持续是我们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在追寻这个完美，而在追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在变得越来越优秀。所以当下第三副牌的朋友，我看到是什么呢？你们的潜力没有被真正的激发出来。我觉得你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甚至是有一点古老的灵魂当下被镇压住了。而当下被镇压住的这个灵魂，我们看到这个水是你的灵魂，而这个宝剑国王其实代表的是你们的自己我觉得是你们的自己，你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潜能，或者是你们本身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角色，但是呢，由于可能你会有一点把这个重点看向了自己的不足，又或者是有人当下在你生命当中对你有很重的审判和评价的声音，导致你现在呢明明很好却不自信，明明已经很优秀了，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还是不能够品尝到这种成功的快乐。OK， 快乐是要品味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讲，有些人可能他也没什么，但是他就能每天很开心，对不对？你一定在生命当中遇到过这种人，对吧？很开心的，很积极的。但有的人呢，他明明很成功，但是呢，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却不快乐。我想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也一定遇到过这样子的人，对吧？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这两种人。那么当下第三组牌的朋友，如果我们这边说的是如果呢，在你生命当下，你觉得自己不是很开心不是很开心，又或者是你当下明明成功，却感受不到这种满足感，或者是感觉不到这种愉悦感，又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个强大的能量在压抑着你，那么我看到这个 Judgment 这张牌，它既代表着你生命当中可能存在的审判，它也代表着你要突破自我这个 Judgment 更重要的能量是突破自我，突破自我的极限，为自己发声。Judgment， 我们看这个女孩子的毛衣上出现了一条蛇，它代表着什么呀？重生蛇要蜕皮嘛，重生我们要成为自己的重生的力量，
我们要找到自己做自己的这个力量，我们要找到这个 truth 真相。我们看宝剑国王逆位的这个真相，其实就在你的心里，这个真相你很清楚，但是呢，你要能够把它给宣扬出去。你看这个能量啊，它的这个反差和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宝剑国王逆位的直接被压抑啊，直接被封印住了。但是呢，这个审判牌，你看拿着大喇叭啊，在向全世界宣扬，这就是我，对吧？啊，我就是要这个样子，对吧？我明明就很优秀啊。我觉得一旦啊，第三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这边呢，就是一定不要去打压自己啊，一定不要在这个内在的这个我们所谓自我谈话啊 self talk， 不要对自己说我不行，不要对自己说别人不喜欢我。事实上你很行，你非常的厉害，而且我看到哦，一旦你开始做自己，一旦你开始相信自己，你的语言魅力，你的能量的表达将为你带来很多人的关注。有些朋友当下啊，也许你很优秀，你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粉丝了啊。这个粉丝呢，我们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形式啊，我们这边就不列举了。有些朋友呢，当下可能觉得自己有一点默默无闻啊，你觉得我根本就没有粉丝，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关注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张牌我看到的是，在你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其实都非常的期待你真正的表达。他们都非常期待你有一天啊，这个能量的爆发。能量的爆发有两种，第一种是我们拥有这个能量，然后呢，我们把它表达出去；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本来就有这个能量，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它表达出来。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第二种，我觉得你们有能力，非常的有能力，你们的潜力啊，完全被封印住了。你们对自己的认可，以及对自己的一种，我觉得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啊，可能会有一点低了，你们有一点打压自己的感觉啊。我们在讲这个人，就有一些人啊，他比方说，他明明只有70%，他就能够向宇宙说，我有99%，我超级牛啊。这种人我们讲，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爱吹牛，对吧？但是还有一种人明明很优秀，他都已经90%了。他却不断的告诉自己，哎呀，我不行啊，哎呀，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他觉得自己只有65%。OK， 那么这样子呢，就可能有一点过多的打压自己，过多的有一点点啊，我觉得是压抑自己的能量，压抑自己的光芒了。第三组牌的朋友，当下啊，从我们现在所连接这个通往你成功的钥匙，我看到了这把锁不在于别人，在于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认同。你有很多很多的闪光点，你有很多很多爱，你有很多很多的智慧，以及你的能耐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当下你可能并没有真正的认可这些能力，或者是你明明做了很多，但你却不觉得这些事情是有价值的。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当下的这个声音 judgment， 你的一个对自己评判的系统需要去重新做一个整理。又或者是说通过 OK， 对一些消极的声音的一种压抑啊，就是说你要去学习啊，去区分开什么声音对于你来讲是好的，什么样子的评价对于你来讲它是不真实的，你要能够更加清晰的去看到这个界限和分明，那么从而呢选择出 OK 正确的声音， OK 选择出更加积极的声音，停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个人呢都是需要能量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能量的补给的。如果我们每一天补给的能量都是一种消极的，或者是怀疑自我的，又或者是打压自己的，那么久而久之，可能我们真的就会怀疑自己了。相对应的，如果你在一个非常积极的环境当中，把自己放在一个有鼓励的、有爱的环境当中，无论是你自己给自己创造的这个环境，还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有爱的人们的周围，你会发现你在每一天的这个鼓励当中，你越来越相信自己，越来越爱自己，从而有一天你就会勇敢地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接受自己的好运和成功。OK， 好，
这个呢是我们连接到的一些能量啊。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对应在这个，对应在这个能量里面啊，我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的补充能量来自你们的一个背景信息。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啊，如果我们真的要去鸡蛋里挑骨头，找个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你们根本就没什么问题。你们的能量在告诉我，你们有非常大的潜力，只是这个潜力没有被激发出来，而这个成功就如同这个没有被激发出来的潜力被你们给压制住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牌，哇 ，Freedom 是呀，第3副牌的朋友啊，来自你们的能量，你们现在不够自由。你们在一个环境当中啊，我觉得是你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看这张牌啊，你在一个环境里，这4只乌鸦，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待的时间很久，这是你的巢穴，这是你的一个安全港。但是呢，你要知道的是啊，你现在的羽翼已经锋芒了，你现在其实已经可以飞起来了，去找到自己心中的光亮，以及你想去追逐的快乐和美丽。现在的你适合飞翔，现在的你适合摆脱这些声音，摆脱这些束缚你的能量。如果你问宇宙为什么我当下还没有成功，答案很简单，就是你还不敢让自己成功。有的时候啊，这个起飞是需要一点冲劲的。大家想想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耗费的油是最多的，起飞的那一瞬间，从树枝啊飞下来那一瞬间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掉下来。那我告诉你啊，第3副牌的朋友，你一定不会掉下来，因为你的翅膀已经长好了。现在不是在我们所谓的蓄积能量的时候，我看到非常清楚，你们现在已经长成了，你们已经我们所成熟了。你们现在适合的是做一些突破，做一些改变，或者是让自己展翅高飞，让自己勇敢的飞向你的目标，或者是飞向你想追逐的成功感，无论这个成功对于你来讲是什么。Freedom。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需要很多的鼓励啊。我觉得你们其实生命当中啊，适合鼓励，越鼓励你们就会越优秀，越鼓励你们就会飞得越远，因为你们已经在一个比较我感觉到是一个比较限制的，或者是比较严的环境里面啊，已经锻造了一身的本领，只是这个本领当下呢，你不敢去施展，你不敢让自己啊嘚瑟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嘚瑟一下啊。这个嘚瑟呢，虽然有的时候听起来是个贬义词啊，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你们需要这个能量啊，你们要勇敢的让自己抖一抖啊，把自己的本领拿出来亮一亮啊。好，看一下啊，通往成功的钥匙，我们来看啊。第一张牌是信封，这个是打开和惊喜。你们现在成功的钥匙是需要一个机会啊，你们需要一个机会啊。第3副牌的朋友，一旦给你们一个机会，给你们一个平台，给你们一个路径，你们将走得非常非常的快，开启人生的一个高峰，开启人生的一个高潮啊。Envelope 这个能量呢，也代表着一个信息，一个 offer。开启成功的钥匙。这张牌呢，我听到的是啊，其实你们就非常像这个信封，你们的这个信封里装着是满满的一封信，信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字，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有非常深的内涵，如同你自己。但是如果你不打开这个信封，你不把自己的能量给表达出去，或者是说出去，宣扬出去，没有人能够知道你，也没有人能够认识你啊。这个是我觉得是第3副牌的朋友，这个是有关于我们自己的能耐啊，这个是自己能力的一种展现啊，这个是个人成长、个人理想或者是个人理念的一种打开。你们要做自己，你们要去追逐一个你想追逐的东西。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目标呢？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是小小的让自己吃饱饭，穿暖衣服，或者是回家可以住得舒舒服服，还是说你现在的一个目标是想
完成一件事，或者是追逐一个什么梦想，又或者是帮助某群人，或者是想让自己解决某个问题，又或者是带领某个族群 ，OK， 保护某个族群，为某个族群发声嘛。我觉得你们要去想一个更大的能量啊。甚至这边我听到的，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水平的能量啊，我觉得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去感应一下，就是把自己放在族群里，就是把自己放在一群人里面，而不是自己一个人。你要去想一想自己怎么样去在某个族群里面 ，OK， 帮助这个族群，从而让自己可以发声。我觉得这个能量能够给你们很快的一种起飞。你们可能困于族群啊，就是一群人，你们困于一群人，但是呢，你们又会在一群人当中成就自我。我不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是那种一个人啊，我们所谓的走这个隐士之路的命运。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适合的是和很多人建立起连结，是跟很多人一起啊去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有可能啊，在你当下的能量里，有另外一个族群的人，他们限制了你，或者是他们有一点埋没了你的才干，埋没了你的能耐啊。所以是 envelope。打开你成功的钥匙的第一个能量呢，是一封信。有些朋友啊，如果你当下呢在申请啊，无论你是申请学校也好，申请工作岗位也好，申请证书啊，或者是申请你想去申请的一个资格证书也好啊，那么我看到是这个申请对于你来讲很重要。也许这个申请是另外你工作和生活之外的你想去尝试的领域。如果你有这个方向，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请你坚持下去，请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OK， 因为我看到这个申请，你会得到这个回应。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信封里还有一个能量呢，就是有关于语言。因为信封啊，它是信，它是一种沟通。我们也看到了宝剑国王的能量在这边，你的锁是宝剑国王，你的解锁它是这把宝剑。宝剑国王的能耐是什么？就是他拥有这把宝剑，这把宝剑要为别人而斩断，或者是这个宝剑要为别人而挥下，对吧？我们想一想啊，国王什么样子的国王是最好的国王？就是他的这个 authority 这个权利啊，是为了人民，是为了大众而使用，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啊，当下呢，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的能耐没有得到施展的话，你就去想一想，你能够帮助谁？你能够帮助哪一个族群？你能够帮助哪一个项目？你能够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的价值 ，OK， 为他们所用？也许这也是一条非常好的这个思想的道路啊，去帮你打开你的神力。我们今天的这个主牌的第一句话，发现自己的神性，你的神性啊，第3副牌的朋友，你的神性，你要去把它找到。无论这个神性是做公益，无论这个神性去帮别人，我们所谓的寻求某种公平、某种正义，还是你的神性是去伸张某一个想法，伸张某一个思想，或者是带领某一个族群，或者是开展某一种运动，这都是你的神性的体现。你有这个想法，就一定要行动起来，不要小瞧了自己。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不是普通的人啊！我这边看到你们一定不是普通的人，你们需要展翅飞翔，你们要自由，你们要飞在高空当中，让别人跟随你，让别人看向你啊，让别人看向你，因为你有非常高的价值，你的光芒万丈啊！你一定要把它们给释放出来。好，来看第2个啊，解开你这个成功的钥匙的第2张牌是个船 ，journey， 方向，旅行。OK， 是这个船啊。这张牌呢，第一个能量在于运动。有些朋友啊，你们一定要动起来。当下解开你成功的钥匙啊，你一定不能原地踏步，你一定要去计划最远的、最高的一个计划。因为这个大船它不是一个小船。这张船啊，我们看它能够在天际当中去航行，对不对？它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能量就是要动起来。
解开当下你成功的钥匙啊，第3组牌的朋友，让自己动起来吧。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方向，那就多去试一下。OK， 别人试2个，你就试8个，就是你多去尝试，多去让自己感受不同的事情，感受不同的族群，看哪一个族群啊你最契合，看哪一个族群你觉得最能够得到你需要的一种鼓励，或者是你的心可以为他们而打开。你的心一定要打开，你的心里面有非常多的爱的能量，但是却没有当下得到一种释放，这是一个被封印住的灵魂啊。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是被封印住了，所以你们现在一定要主动的吧，如果你们想要去打开这个成功的解码和这个能量的源泉，还有你的动力的话，那么就让自己多尝试，想大的方向，想远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第2个关于这个船呢，就是这个 journey， 这个我们所谓的旅程吧。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不适合目标太明确。有些人呢适合目标明确，然后不断的去走，直到到达那里，但你们不适合。你们适合的是尝试，就是那种不要把目标确定的那么死，而是更加关注的是这个旅程过程里面你能够去帮的，你能够去感受的，你能够去释放的自己。有些人的这个使命感非常的在乎的是做成那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会解锁某一个终点，对吧？或者是到达那个终点是他的人生使命。但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呢是开拓者。OK， 开拓者就是要去打开很多的方向，去探寻很多的可能，而建造者更多的是完成这件事情，对吧？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开拓者，你们要去开拓这个方向，你们要去起始这个能量啊，你们是起始者。所以这个 journey 给我的感觉，不要把自己太严格的锁定，一定要完成，一定要100分，一定要做到哪一个高度，一定要赚多少钱，不是这种感觉。你们一定要让自己啊生活在当下，感受这个过程，你能够去感受的快乐。第3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也是自由的灵魂，你们非常适合啊我们所谓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由自在的去爱，自由自在的去探寻，自由自在的去解锁任何你想解锁或者是你想去打开的一些新方向，也许是见新的朋友 OK， 不同国家的朋友，不同语言环境的朋友，不同宗教的朋友，你们适合的是什么呢？去尝试各种族群他们的理念，他们的价值，他们的难处，然后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能耐去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或者是鼓舞他们，又或者是和他们一同去完成你们共同的梦想。第3副牌的朋友啊，我们看到这个啊 directions， 所以你们当下啊这个成功的钥匙，这个方向非常的重要。如果当下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方向你只是继续停留在这里，继续去让这些人说你不好，继续对自己我们所谓的评判，还有多少是不完美的，那么你们的这个方向可能就错了。你们一定要转换生活的方向和生活的重点，你们要现在开始啊就去练习一下，告诉自己你很好，你哪里好，对着镜子啊一点一点的说，每天都多说一条。今天你对自己说我很漂亮，明天就要对自己说我很漂亮，并且我很有能力，不断的用这个积极的能量啊去找到自己的优点，找到自己当下的可爱的地方，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去重复，从而呢把所有的这种阻碍你的声音压下去。你很快，第3副牌的话，我相信啊你很快就可以飞起来啊，你很快就可以飞起来。你在一个有打压或者是有这种压你的环境当中啊，可以成长得很好。那么当你自由，当这个束缚的能量啊被拿走以后，你将飞得很高，飞得很快，飞得很远。好，那我们当下具体究竟该怎么做？我们来问宇宙。
好，宇宙告诉我具体该怎么做呢？感恩宇宙。第一张牌金币8的逆位，第二张牌世界牌的逆位。好，具体你该怎么做？第一张牌金币8，成功努力是不够的，想要成功努力是不够的，有的时候方向选择比努力更加的重要。这个是金币8。我们看这个女孩子啊，她在这里编造这个金币，因为我们这是逆位的嘛，她编造这个金币啊，用的是这个有刺的金藤，她满手都是血，满脚都是血，眼泪直流，多痛苦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用的材料不对啊，对吧？要编这个金币，我们想把它做出来，为什么要选择满是荆棘的道路？有的人在说成功不容易，但是真的成功不容易吗？如果我们选对了路，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天分啊，认识到了自己真正会做的事情，或者是能做的事情，很多事情其实就不用那么难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也许有一个人他天生就是很会数学，他可以我们所谓在他的天命当中可以成为一个数学家，可是呢，从小到大，他的爸爸妈妈非要他去学习音乐，或者是学习写作，希望他成为一个音乐家或者是文学家，这不是苦了一个理科生吗？对不对？他明明喜欢的是数学，他想去钻研数字相关的算法相关的，科学家才是他的梦想。可是呢 ，OK， 周围的环境或者是他所知道的这个认知的环境，是文学家和音乐家才是他可以选择的道路。那么这个所谓的努力，是不是努力错了方向？是不是让他的这条道路长满了荆棘？金币8的逆位，而且我还看到这个孩子非常的努力，正如同第3副牌的朋友，你自己，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如果你的努力当下你看不到成功，而是满是这个痛苦流血流泪，让自己非常的痛苦，觉得自己越做越苦，越做越累，越做越没有成功。你看到你周围所有的人好像都飞起来了，你却还在这里苦苦的支撑和挣扎的话，又或者你向往另外一种成功的感觉，你做的再好你也感受不到成功，那么你一定现在要去重新看一下你的选择，你的方向。金币8的逆位。第二张牌，解锁你成功的钥匙当下是什么呢？世界牌的逆位。这个世界未必属于你，这个平台未必属于你，你未必走到了你的人生使命，这个你的天命道路里面。这个世界牌呢，我也感觉到了，有些朋友有一个其实需要去关闭的能量，你们一直都不舍得它。有的时候也许我们选择的专业未必是我们所爱的，我们选择了这个专业，然后我们做了这个专业里的事情，这本身呢已经证明了你是一个优秀的人，你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你值得被深深的认可。可是呢，人生有的时候它未必都是平顺，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些巨大的转弯，从而让自己可以转到我们真正属于的那个命运里去。那么过去我们所经历的就是白费吗？当然不是。过去你所经历的 OK， 就算看起来跟你未来所选的不同，但是那也是你所学的，那也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宝藏，又或是你的一个神技能。谁又能确保当你转弯以后，你曾经所学的东西不能学以致用呢？每一条道路，每一次遇见，每一次经历，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宇宙给我们的礼物。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其实无论是什么物质上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带走，我们也带不走它们。而在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真正能够去存留下来的，能够印在我们身上的，只是我们的经历，对吗？所以当下这个世界牌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些朋友你们要去打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你们要为自己去打开一个你们想要去
打开的一个，可能是新的环境，可能是新的一种活法，可能是新的一种自我认同。你们要飞出去，像这个乌鸦飞出去。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最后的来自宇宙给当下的你如何的指引，如何的我们所谓的提点。当下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你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这张牌呢，其实讲的是我们情绪自由的一种疗愈方法情绪自由或者是情感自由。我们看它上面写的是 psychic yourself up， 意思是让我们的这个直觉、灵性、通灵的能量能够上升，能够提升，从而我们看到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就是这个 EFT 情绪自由的一种技能。我们有的时候所谓的这个牵绊和束缚这个牵绊和束缚，有的时候呢，这个牵绊和束缚可能是别人的一种，比方说打压，对吧？别人总是说你不好，别人总是在批评你，这也是情绪的一种我们所谓的束缚，不让你相信自己你可以。但有的时候情绪的束缚是什么呢？以爱的名义那个人说我很爱你，我很想保护你，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千万不要这样子选，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也是情绪的一种自由的限制，对不对？有的是以爱之名，有的是以这种我们所谓消极的能量去控制。那么第三副牌的朋友，宇宙当下呢给你的指引，你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让自己能够有更高的直觉和灵性，或者是一种觉知，去看到任何这种情绪的牵绊，对于你而言，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但是你要知道，这都是情绪的牵绊，而这些情绪的牵绊都来自于外界。当下的你要让自己隔离隔离这种情绪的干扰，或者是隔离外界别人情绪对你的一种影响。你要能够让自己活在自己的情绪里，让自己自由。你看 freedom， 我们这边又出现了一个 freedom， 自由。第三副牌的朋友，你现在问一下自己，你觉得你是自由的吗？你有什么样子感情里的牵绊和束缚，阻碍了你走自己的路，阻碍了你去追寻自己想追寻的，又或者是爱自己心中所想爱的？这张牌我觉得是你们可以去沉思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meditation， 情绪自由情绪自由，不受任何人情绪对你的一种捆绑。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你要去选择你的食物。他说如果你想去保护这个地球，帮助这个地球的话，那么请重新去选择你吃的东西。这张牌有关于自然，这张牌也关于我们的饮食习惯。一切的暴饮暴食，一切的所谓的这种失衡它看起来是外面的一种表现，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失衡。大家想一想，生气的时候是不是吃的更多？又或者是说，当你非常的难过难熬的时候，会不会明明饿了却不想吃东西，吃不下东西，因为太生气了？无论是吃很多还是吃不下，都是失衡。宇宙当下呢说的是选择自己的食物这个选择既是食物的种类，也是食物的量级，吃多少，对不对？我们这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当下你有这个吃素的想法 ，OK， 你想保护这个地球，你想吃素，但是呢，你的周围的人又说你不要吃素对健康不好，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谓的声音阻拦你，那么当下请自由的选择，选择自己的所爱，选择自己每天给自己的这个营养。这个营养既是物质的营养，食物，也是精神的营养，更是情绪的一种营养。帮助自己有些朋友，我觉得当下如果你这个身体身体方向，就说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体你不满意，无论你觉得你自己太胖了、太瘦了 ，OK， 我们举个例子那么当下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食物的选择来让自己选择成为
我们所谓吃什么就成为什么，选择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从你每天的食物开始进行一个选择，进行一个改变。53号牌它非常的具体宇宙当下可能对你的健康也想做一些提点吧。OK， 好，那我们这里就是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呢所连接到所有的关于当下你通往成功的钥匙。我觉得当下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非常有力量的能量是非常高频的。希望所有第3副牌的朋友都能够去找到自己的美，找到自己的自信，找到自己的神性，并且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祝你们成功。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